找，哪怕翻遍大夏每一寸土地，也要把太子给朕找回来。300人找不到，那便派3000人，3万人，30万。末将领旨，若太子有半点闪失，尔等提头来见。陛下，永安13年，皇帝病入膏肓，本应承继大统的太子萧景琰，为与青州医女相守，放弃皇位，私离京城。把他给我找回来！皇帝震怒，遣禁军统领遍寻太子。夫君，此番去京城，你父母会接纳我吗？清寒，你放心，我父母一定会接纳你的。为了跟清寒在一起，我逃离京城已经1年了，相信父皇跟母后气已经消了。此番回京，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娶清寒为妻，许她一世富贵。萧景琰，你的死期到了！你们是谁？杀了他！是。清寒，你先走，回家。可是，快走啊！杀了他！想要我的命，你们还没这个本事。半个时辰了，夫君，你一定要平安回来。夫君，你回来了。清寒，我回来了。景琰，命总算是保住了，可夫君经脉受损太重，不知何时才能醒来。你这丫头，是疯魔了不成？你看看她这一身的伤，分明是刀口舔血的亡命之徒。你非要招惹这等人物，是想让我们全家都为你陪葬吗？爹，景琰他不是坏人。不是坏人，不是坏人能引来血债，赶紧把他送走。爹，娘，女儿与他一定终身，无论他如今是何身份，女儿都认定他了。你，好一个认定他了！你若执意守着他，便给我滚出这个家！从今往后，我只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。他爹，清寒，快给你爹认个错呀！爹，娘，女儿不孝。清寒丫头，听老头一句劝，放手吧。此人五脏皆伤，经脉俱损，能活到今日已是奇迹。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何苦守着一个活死人，白白耽误了自己？周伯，您不必再劝，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在，我便绝不会弃他不顾。哎，你这丫头真是9头牛都拉不回来。罢了罢了，我听闻京城太医院新制了一味9转还魂丹，或可为他续命。当真？此药何处可求？求？那可是千两白银的天价，你一个弱女子，如何凑得出这笔巨款？900两了。景琰，你听到了吗？还差100两，我就能为你买回那颗救命的药了。怎么会？脉象怎会突然如此微弱，仿佛随时都会断绝？景琰，你答应过我的，要8抬大轿娶我过门，你不可以食言，我不许你死。这是你留给我唯一的念想了，景琰。为了救你，我只能先将他当了。待你好了，我们定能再将他赎回来。皇后娘娘，陛下龙体欠安，已连续半月未曾早朝。按祖制，陛下有恙，当由太子监国。然太子殿下已失踪4年，恐凶多吉少，为江山社稷计。臣恳请娘娘另立宗室子弟为储，以安天下之心。放肆！本宫的儿子尚未定论，
尔等便急着要另立新主了。李大人，你是觉得本宫可欺，臣惶恐。还是觉得这大夏的江山可以由着你们这些臣子随意摆布？臣字字句句皆是为大夏社稷。住口！尔等各怀鬼胎，真当本宫不知吗？睁大你们的眼睛，看清楚！青州暗探急报，当地当铺惊现太子随身龙纹玉佩。本宫今日便告诉你们，东宫之位虚悬4年，就是为了等他归来。陆云亭何在？臣在。传本宫懿旨，东宫亲卫仅1位所属，即刻点齐人马，与本宫一同。还有哀家，也要同去。那当铺掌柜见我急需用钱，竟只肯出80两，加上这些年的积蓄，还差了整整20两。20两，按我平日采药刺绣的进项，至少还需1月。可你哪里还能撑得了3日？这么晚了，是何人在外面？姐，你哭瞎了眼，他也不会醒的。青兰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看看你，才20出头，生生熬成了什么模样？大好年华全耗在这个活死人身上了。算我求你了，别管他了，回家吧。我不回。青兰，我与他立过誓的，只要还有一丝希望，我便绝不放手。希望？他躺了3年了，连汤药都难以下咽，你拿什么救他？若老天当真要绝他生路，大不了我换了红衣，随他一同去了便是。你真是疯了！拿去买你那该死的救命药。这么多银子，青兰，你哪来的钱？这里是120两，有我这1年给人江洗衣裳攒下的，剩下的是爹把家里仅剩的10亩水田给卖了。爹，他不是说只当没生过我这个女儿吗？你以为你这3年在外面没饿死冻死是老天保佑吗？爹他就是个刀子嘴，每次你快撑不下去的时候，都是他逼着我偷偷把米面塞进你院里的。他宁可自己吃糠咽菜，也从来没有真正抛下过你。爹，娘，是女儿不孝，是女儿连累了你们。姐，别哭了，明日便是爹50岁的寿辰，你就算真要给这人陪葬，明日也该回去看他一眼，给他磕个头吧。去，我明日便回去。他爹，我打听了，隔壁村李财主家正收秋粮，去帮忙备1天粮，能给50文钱呢。你疯了！你这把年纪还去扛那100来斤的麻袋，不要命了？不要命又能怎的？清寒那丫头性子倔，死活不肯扔下那人。这50文虽少，攒一攒，总能给他买上几副药，换口细粮吃啊。爹，娘，是女儿不孝。我的女儿啊，你可算回来了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你这丫头还知道回来？你就少说2句吧，一家人非要闹成这样吗？你看看你，都瘦成什么样了？一个人在外面得受了多少苦啊？那人就真的那么好？娘，对不起，是我拖累了你们。这什么味儿啊，臭烘烘的！娘，这穷乡僻壤的，满地都是牛粪，我的蜀锦新鞋都脏了。我的好闺女，你现在可是赵大官人的心头肉，来这等安扎地方，自然是委屈你了。咱们进去打个转便走。二叔，好歹也是您的50大寿，怎的就吃这些粗食？这清汤寡水的，便是喂猪，猪都要嫌弃呢。玉娘，你怎能这般说你二叔？他们家为了个来路不明的外人，连最后那10亩水田都卖了，能吃上口热乎饭便不错了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清寒捡回来的那个野男人吗？我说清寒呐，你是不是脑子糊涂了？为了这么个半死不活的废物，连累全家老小跟着你吃糠咽菜，当真是愚不可及。
大嫂，清寒也是为了救人，你何必这般作践他？作践？弟妹，你可真是不知好歹！我今日可是特意来给你们家送一场泼天富贵的。赵大官人，快请进来吧。清寒妹妹，3年不见，出落得越发标致了。清寒，只要你肯点头，随我回去做第8房姨太太，金山银山任你享用。你爹这寿宴，我立刻在城中最好的酒楼摆上10桌，何必守着这么个活死人，白白耗费青春？赵天德，你死了这条心，我沈清寒生是他的人，死是他的鬼，便是饿死，也绝不会踏入你赵家半步。呸！不识抬举的东西！赵大公爷能看上你，那是你祖上积德。500两，瞪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，这是整整500两银票。清寒啊，500两，去勾栏院里买10个轴都绰绰有余了。本少爷今日全赏给你，只要你点头，这银子便是你们沈家的。这废人就算咽了气，你们也能拿这钱给他置办口好棺材，不是？收起你的臭钱，莫说500两，便是将你赵家全部家当搬来，我也不会多看一眼。小贱蹄子，给脸不要脸！赵大公子抬举你，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分。今日我这个做大伯母的，便替你爹娘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不知廉耻的东西。大人，找到了，那玉佩正是沈家村沈氏的女儿沈清寒所当，好像是为了救一名昏迷不醒的神秘男子。据探子描述，那男子的形貌特征极似4年前失踪的太子殿下。你说什么？4年了，本官苦寻4年，终于有殿下的消息了。快，我们现在就去。另外，飞书给太后和皇后奉驾，让他们直接前往沈家村。是。老二，你疯了，敢拦我！谁敢动我女儿一根手指头，我老汉今日便跟他拼了这条老命。我沈家的女儿，就算饿死，也绝不给人为妾。好你个不知好歹的老东西！大嫂，清寒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我不许你们这般糟蹋他。姐，你没做错，咱们便是穷死，也不受他们这般欺辱。谁敢上前一步，我先剁了他的狗爪子！哼，当真是父慈子孝啊！青州城东最好的3进宅院房契，外加白银1000两，只要你肯点头随我走，这些便全是你的。赵天德，你休要做梦，带着你的臭钱滚出去，莫不要用你的脏银子来羞辱人。羞辱？哼，天底下的女人都是一个德行，嘴上喊着不要，见了银子腿就软，装什么清高？给我过来吧！老东西，滚开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！来人，给我把这小娘们绑回去！找到了，终于找到了，我的皇儿就在沈家村。掉头，立刻掉头，不去县衙了，直接赶往沈家村。快！是。住手！光天化日强抢民女，你们眼中到底还有没有王法了？王法，在这青州地界，我爹是周牧，我就是大将军，老子说的话就是王法，给我拿下！跟你们拼了！老不死的，非要逼本少爷动粗。清寒妹妹，看看你这可怜的爹娘，只要你现在点头答应做我的第8房姨太太，我立马给他们请最好的大夫。若敢说半个不字，我今天就当着你的面，把他们的骨头一寸一寸敲碎。清寒，别管我们，爹就是被他们活活打死，也绝不卖女儿。清寒，不要答应这个畜生！姐，你要是敢答应他，我立刻养杀自尽！给脸不要脸的贱骨头！不要打了，求求你别打了！说话，心疼了，那是答应还是不答应？官人，您跟这种贱丫头费什么口舌呀？她这心思呀，全被那个半死不活的野男人给迷住了。您今天就算强行把她绑回去，她也是人在曹营心在汉。
那你说该怎么办？这还不简单？这一切说到底，全是因为地上这个活死人。只要您大发慈悲，把他给弄死了，断了这死丫头的念想，她无依无靠，还不是只能死心塌地伺候您？玉娘说的对极了，一个要饭的废人死了就跟碾死只臭虫一样，谁会管？好主意，玉娘，还得是你机灵。你要干什么？赵天德，你别碰他！景言，不要！去阴曹地府做你的春秋大梦吧！给我死！你们找死！你们找死！我倒是谁？原来是陈知县。怎么，陈大人今日不在县衙里审案，跑到这穷乡僻壤来管闲事了？光天化日，强抢民女，草菅人命。赵天德，你眼中可还有大夏律法？哈哈，律法，在这青州地界，我爹青州牧便是律法。陈牧之，我劝你少管闲事，赶紧带着你这几条狗滚蛋，莫要耽误本少爷的好事。这小猫果然是太子殿下，苍天有眼，本官苦寻4年，终于找到了。殿下，微臣来迟了。大胆狂徒，竟敢加害无辜百姓！来人，把赵天德连同这些作恶多端的刁奴，统统给本官拿下！你敢？本官识君之路，担君之忧。本官只认大夏律法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。抓起来，谁敢反抗，就地格杀！陈牧之，你这个七品芝麻官是不是疯了？你敢抓我，我爹定会要你好看！陆云亭，末将在。我与皇后皆心神不宁，定是太子那边有事。你先领锦衣卫前往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一定要保证太子安全。末将遵旨。陈牧之，你瞎了狗眼是不是？为了这几个穷酸的泥腿子，你敢抓我？你到底受了他们什么好处？今日非要这般偏帮外人？一派胡言！本官身为父母官，自当秉公执法。你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，意图当众行凶杀人，本官亲眼所见，证据确凿。放屁！什么狗屁王法？在这青州城，我赵家便是王法。我爹是青州牧赵英，正4品大员，我舅舅是大将军。你一个7品芝麻官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动我？陈牧之，既然你这狗官不给面子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我数到3，你最好马上让这些狗奴才松开我，再乖乖给本少爷磕3个响头认错，否则我让我爹摘了你的乌纱帽，要你脑袋搬家！陈大人，赵天德7男8女，还要杀害我未婚夫，求青天大老爷为民女做主啊！沈姑娘放心，有本官在，谁也休想动你们一根毫毛。这可是当朝太子殿下，谁敢动他？等朝廷大军一到，诛9族都不够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莫说你爹是州牧，便是天皇老子来了，本官今日也要将你这恶霸绳之以法。来人，拿铁链来，把他给我锁死，恶仆统统拿下！你敢！包围起来，一只苍蝇也不许放出去！陈牧之，你死定了！我爹来了，今日你们这群人一个都别想活着走出这个院子！本官倒要看看谁敢动我儿子！爹，您可算来了！这姓陈的疯了，竟帮着这群贱民欺负您儿子，还要拿铁链锁我去县衙大牢。爹，你要给我做主啊！陈大人，你真是好大的官威啊！怎么，如今连我这个上官都不放在眼里，敢在我青州地界撒野了？下官不敢，只是令郎在此聚众闹事，强抢民女，甚至要击杀无辜百姓。下官身为知县，不过是依律办案。一律办案，好一个一律办案！本官怎么听说这沈家村私藏江洋大盗，而你陈墨之不但不抓贼，反而与这群匪徒沆瀣一气，意图谋反呢？赵大人，你血口喷人，那榻上之人分明是什么？怎么不说了？无话可说了吧？来人！青州知县陈牧之勾结匪徒，意图谋逆，罪无可恕。给我摘去他的顶戴花翎，连同这群刁民乱党一并拿下。若敢反抗，就地格杀，死活不论。遵命。
我看谁敢！不要！锦衣卫办案，阻挠者杀无赦。我道是谁？原来是锦衣卫指挥使陆大人。下官青州牧赵英，不知陆大人远道而来，有失远迎，恕罪恕罪。不知大人兴师动众来这穷乡僻壤，可是要抓捕什么朝廷重犯？让开！沈姑娘别怕，让陆大人看。果然是太子殿下，殿下竟伤得如此之重。3年前那批刺客的底细，至今尚未查清。据锦衣卫暗探所报，此事恐与雍王有关。这青州城内必有他们的眼线。如今殿下重伤昏迷，若当众暴露身份，必遭暗箭毒手。陆大人，这榻上躺着的半死不活的废人，莫非就是您要找的重犯？您有所不知啊，这陈牧之身为知县，竟敢私藏此等匪徒，下官正准备替您将他们一网打尽呢。赵大人倒是殷勤，本官奉命追查一桩要案，此人乃是关键人证，谁敢动他，便是与我锦衣卫作对。原来如此，既然是锦衣卫要的人证，下官自然不敢插手。只是，陆大人，您一路舟车劳顿，辛苦了。这人证您只管带走，但这陈牧之屡次顶撞我爹，还有这几个不知好歹的刁民，竟敢服了本少爷的面子。这里是1000两白银和青州最好的宅院房契，全当给锦衣卫的兄弟们喝茶解乏。只要您高抬贵手，把这陈知县和这小娘们交给我带回去慢慢调教，日后大人到了青州，赵家必定将您当祖宗一样供着。陆大人，你乃天子亲军，代表的是陛下的颜面，难道今日也要与这等贪官污吏同流合污吗？陈知县，本官办案，何时轮到你来智慧？陆大人，这赵家父子在青州只手遮天，强抢民女，草菅人命，踏上这位分明是被他们逼害的无辜百姓。你若收受这等肮脏贿赂，怎对得起你身上这身飞鱼服？你今日要抓便抓，要杀便杀，我陈牧之死也不退半步。陈牧之，你死到临头还敢攀咬老夫？陆大人明鉴，岂会被你这等乱臣贼子蛊惑？陆大人，这疯狗乱吠污了您的耳朵，不如就由下官代劳，替您拔了他的舌头。赵大人的手笔还真是大方啊！陆云亭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老夫给你脸面，你竟敢当众折辱于我！你真当这青州是你锦衣卫的后院不成？赵大人，这区1000两，就想买当朝7品命官的命，甚至还想买这位的命，你的胆子简直大得能包天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赵英，赵天德，你们以为全天下的官都像你们一样腐败不堪吗？陆大人乃是天子亲军，岂会受你们这等肮脏之物的贿赂？好你个陆云亭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真以为自己穿了身飞鱼服就能在青州横着走？我告诉你，我大舅哥可是青州大将军，你今日若敢动我一根汗毛，我保你走不出这青州城。青州大将军，莫说青州大将军，今日便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保不住你们父子这颗项上人头。陆大人，既然您不收这笔银子，下官也不勉强。但您初来青州，千万别被这群刁民装可怜的模样给骗了啊！哦，赵大人这话是何意？他们沈家根本不是什么安分守己的良民，他们是盘踞在青州城外的江洋大盗、强盗窝。赵英，你堂堂州牧，竟信口雌黄，血口喷人！血口喷人？我且问你，这榻上的废人满身都是要命的刀伤，若你们真是清白人家，怎敢把一个浑身刀伤的男人藏在家里3年？谁家良民会守着个身份不明的重伤之人？陆大人，这分明是他们分赃不均，自相残杀，那废人便是匪首。我爹今日带兵来，正是为了剿匪。雍王党羽在青州势力盘根错节，3年前刺杀太子的刺客极可能就藏在青州官场。此时若当众暴露太子身份，必然逼得对方狗急跳墙。哦，江洋大盗，你说这榻上之人到底是谁？
为何满身刀伤？大人，他是我的未婚夫。3年前我们在山中遇劫，他为护我才被歹徒砍伤。我们沈家清清白白，全村人都可作证。青天大老爷，我沈老汉行得正，坐得端，那是我未过门的女婿。赵家父子看中我女儿美貌，逼良为妾不成，这才栽赃陷害。大人明鉴啊！你们这群穿官服的禽兽，满嘴喷粪！陆大人，您看看这群刁民多嚣张，连朝廷命官都敢骂，若不将他们当场正法，天理难容。陆大人，莫听他胡言乱语，这分明就是……陈大人，慎言。这榻上之人的来历，想必你我二人都很清楚。此时敌暗我明，水深得很。你若执意要管，一旦出了差池，你一个小小的7品知县，担待得起吗？下官不敢。连陈牧之这条疯狗都不敢咬了。陆大人，既然这废人是朝廷钦犯，那这沈家便是窝藏钦犯的逆党，还不赶紧动手把他们全宰了？锦衣卫办案，用得着你来教？来人，将这院子里的人连同榻上的疑犯先行收押，严加看管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收押我？你敢？抓起来！是。青州大将军刘大人到！舅舅来了，舅舅带着大军来了。姓陆的，你现在想走都走不掉了。大舅哥，您可算来了！您若是再晚来一步，这锦衣卫指挥使就要把我们父子给生吞活剥了。这姓陆的不知好歹，竟帮着几个穷乡僻壤的匪土欺负我。陆大人，别来无恙啊！我听闻京中皇后连同锦衣卫提旗倾巢而出，还当是出了什么天塌下来的大事。怎么，是专门跑到我青州地界欺负我妹夫和外甥来了？刘大人消息倒是灵通，本官奉旨办案，捉拿要犯，闲杂人等一律退避。要犯？什么要犯值得陆大人如此大动干戈？既然人在我青州地界，又牵扯到匪患，我身为青州大将军，理应接管此案。陆大人，你带的这区几百人，在这青州城，怕是护不住这要犯吧？不如交给我青州大营，我保证把他们查得水落石出。刘大人来得如此之快，定是赵英早就通风报信。此人怕是与雍王脱不了干系，不能硬碰。殿下的安危重于一切，只能暂且虚与委蛇，拖延时间，等到皇后。既然刘大人如此热心，那这沈家匪党就依赵州牧所言，先行收监，但人必须由我锦衣卫和青州大营共同看押。哈哈哈，什么狗屁天子亲军，见了我舅舅还不是得装孙子？陆大人，既然定罪了，收监就不必了。这半死不活的废物，本少爷亲自替你们弄死他。至于这小娘们儿，本少爷今晚要在房里好好审问审问她。不要！赵天德，你这畜生，你要杀便杀我！不许动我女儿女婿！我们跟你拼了！把这群不知死活的贱种给我拉开，死死按在地上，让他们亲眼看着我怎么敲碎这废人的脑袋！景言，去死吧你这废物！锦衣卫都护不住你，我看今日还有谁能救你！给本宫住手！微臣锦衣卫指挥使陆云亭叩见太后、皇后娘娘，千岁千岁，千岁！微臣青州知县陈牧之叩见太后、皇后娘娘。叩见太后、皇后娘娘。景言，你怎么瘦成了这副模样？怎会伤成这样？景言，整整4年，你到底受了多大的罪啊？说，是谁干的？
到底是谁把他伤成这样的？太后，娘娘，是他们，就是这群刁民干的。对对对，娘娘明鉴，这沈家村是个土匪窝，就是这群不知死活的贱民把这位贵人伤成这样的。下官和刘大将军正准备将这群逆党就地正法。冤枉！太后娘娘、皇后娘娘，民女冤枉！冤枉！这贵人浑身都是刀伤，就藏在你们这破院子里，不是你们这群土匪干的，还能是谁？娘娘，赶紧下旨，把这小贱人砍了吧！娘娘，他身上的伤根本不是我们弄的。3年前他重伤昏倒在山里，是我把他救回来，日夜不休地照顾他。是啊，娘娘，我们一家老小尽心伺候，绝无半点加害之心呐。你说什么？3年？他在这里躺了整整3年。3年，谨言金枝玉叶，竟在你这破地方，在这群低贱的泥腿子手里受了整整3年的活罪。娘娘明察呀，为了救这位公子，我们沈家卖光了水田，吃糠咽菜，清寒更是没日没夜的给他熬药。我们是真的在救人啊！是啊，青天大老爷，我们真的是好人。住口！把这群刁民给本宫统统拿下！为什么我为了救他倾家荡产，你们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抓人？天理何在？天理？本宫问你，这枚玉佩是不是你拿去青州当铺里当掉的？是我当的。娘娘您听，他自己都承认了，分明就是见财起意，偷了贵人的宝物去换钱，还敢狡辩是救人。你胡说！周老伯说他的五脏经脉俱毁，只有京城里价值1000两白银的9转还魂丹才能救他的命。我苦苦攒了3年，散尽家财也只凑到900多两。为了凑齐这最后的100两救他的命，我才迫不得已拿了他的定情信物去当。9转还魂丹，快拿水来！哀家这里有宫里的9转还魂丹，快给我四儿服下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没醒？景琰为何还没醒？魏氏，这药怎会无用？景琰是不是要不行了？贱人，你这满口谎言的妖女，什么9转还魂丹，什么照顾了3年，分明就是你这妖女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毒药，故意吊着景琰的命，好贪图她的荣华富贵。我没有，我沈清寒堂堂正正，从未想过要什么荣华富贵，是他亲口承诺过要娶我的。娘娘，这贱骨头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依我看，就该把他们全家千刀万剐，给贵人陪葬。说得对，来人，把这妖女连同这院子里所有的沈家人，给本宫就地正法，替景琰报仇。你们这群忘恩负义的畜生！我姐姐为了他命都不要了，你们一来就要杀人！我散尽家财，熬尽心血，连命都可以给他。我不求你们感恩图报，可你们凭什么草菅人命？就因为你们高高在上，就因为你们穿着这一身华服就可以不讲道理吗？你们凭什么这么欺负人？凭什么？你这瞎了眼的贱民，给本宫竖起耳朵听好了，就凭榻上躺着的这位，乃是我大夏王朝未来的储君，当朝太子萧景琰。太子，景琰他是太子。太子，我刚才要打死的人竟然是太子！太子，他竟然是太子！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！草民该死！草民真的不知道这位贵人是太子殿下呀！娘娘开恩！娘娘，我们一家老小就算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也不敢谋害太子啊！求娘娘明鉴！不知道，一句不知道就能抵消我皇儿这3年受的苦吗？你们看看他现在这副模样，堂堂大夏储君，竟然被你们这群低贱的泥腿子像狗一样藏在破院子里。今日若不是本宫赶到，他就要被这安杂泼财给活活打死了。你们这群贱民，死有余辜！来人，把沈家所有人，还有这几个狗官，统统给本宫拖下去斩了，给太子陪葬。慢着，娘娘要杀我，可以，但我沈清寒行得正，坐得直，我从未加害过太子半分。
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！我是医女，讲的是医者仁心。3年前他重伤垂危，是我将他背回医馆，散尽家财为他续命。若我真有心害他，只需将他扔在荒野，任其自生自灭，又何必苦熬3年，替他擦身喂药，甚至不惜典当信物去换九转还魂丹？娘娘若是不信，大可去问青州城的周老伯，去问这沈家村的街坊邻居，看看我沈清寒到底是杀人的妖女，还是救人的医女。等等，抬起头来，告诉哀家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是做什么的？回太后，民女名叫沈清寒，是这青州沈家村的医女。沈清寒，医女，原来是你！好啊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竟然是你这个阴魂不散的狐狸精！娘娘，此话何意？4年前，若不是你这狐妹子勾引太子，她怎么会为了跟你私奔而逃出京城？怎么会在半路遇刺，落得个五脏俱毁的下场？你这扫把星，是你毁了本宫的儿子，是你把他害成今日这副不死不活的样子。你现在居然还有脸，竟然在本宫面前提什么医者仁心？本宫今日就要亲手宰了你这妖女，永绝后患！皇后，给哀家住手！母后，就是这个贱民害了景言，儿臣要杀了他，替景言报仇！胡闹！你这是要逼死你的亲骨兽吗？母后，儿臣这是在救他呀！你糊涂！4年前，景言为了这个丫头，不惜顶撞你，不惜放弃储君之位，甚至连命都不要了。这丫头若是死了，景言醒来后，你打算怎么跟他交代？你是想让他刚睁开眼，就为了这个女人再跟你决裂一次，再死一次吗？可是，难道就任由他？一切等景言醒了再说。只要景言喜欢，就算他是个讨饭的乞丐，哀家也认了。收起你的剑。太后，皇后娘娘动了，殿下的手动了。景言，皇儿，景言，你终于醒了吗？景言，哀家的好孙儿，老天有眼，你终于醒了，你终于醒了！皇祖母，孙儿，这是在何处？为何会在此地？皇儿，我的皇儿啊，你看看母后，你可认得母后？母后，儿臣自然认得。景言，你醒了，你真的醒了。你可知这3年我有多怕？我怕再也听不到你说话了。你是何人？景言，你在说什么？景言，是我呀，我是清寒。你仔细看看我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放肆！本宫堂堂大夏太子，岂会认识你这等不知尊卑的乡野村妇？还不退下！不可能！你忘了3年前在青州山崖下你说过什么吗？你说你要许我一生一世，你把这枚龙纹玉佩交给我，你说……住口！景琰重伤初醒，头脑尚未清明。你这满口胡言的疯女人，为了攀附权贵，竟然敢在太后和本宫面前冒认皇亲，
简直是死有余辜！娘娘说的对呀，这小贱人分明就是看太子殿下金尊玉贵，想趁机赖上殿下，贪图荣华富贵，必须得严惩。景琰，你好好看看我，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？放肆，还不赶紧把他拉开！来人，速传太医，将这院子里的闲杂人等给本宫暂且带下去。没有本宫的懿旨，谁也不许靠近太子半步。放开我，景琰，你看看我，你说过你要娶我的。八抬大轿，10里红妆，小景琰，原来你许我的只是一场笑话。张太医，哀家的孙儿到底如何了？你倒是说话呀！启禀太后、皇后娘娘，太子殿下五脏经脉虽受损严重，本已是油尽灯枯之相。但好在这3年来，一直有人用药草护住了他的心脉，且方才又服下了宫中的9转还魂丹，强行逆转心脉。如今殿下已无性命之忧，只需假以10日静养，便可痊愈。阿弥陀佛，列祖列宗保佑啊！只是什么？只是臣方才诊脉，发现殿下头部似有旧伤淤血，且郁结极深，恐怕会影响部分记忆。什么部分记忆？给本宫说清楚。臣观殿下言行清明如常，认得太后与娘娘，也记得自己储君的身份，唯独对刚才那自称照顾了他3年的医女毫无印象。此乃选择性失忆之症，多半是3年前头部遭受重创所致。殿下潜意识里封闭了那段过往，至于能否恢复，全看天意。或许明日便能想起，或许终其一生都无法再记起那医女分毫。真是天助我也！老天爷都在帮本宫除了那狐妹子，只要景琰忘了她，她就什么都不是。皇儿，方才那个满身泥水的疯丫头，你当真一点都不记得了？4年前，你就是被那个妖女灌了迷魂汤，为了她，你甚至不顾母后的阻拦，连太子之位都不要了，硬要逃离东宫去跟她私奔呢。儿臣毫无印象，母后莫不是在说笑？儿臣堂堂大夏太子，将来的95之尊，岂会为了一个低贱的乡野村妇做出此等大逆不道之事？简直荒谬！母后，4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儿臣既未私奔，为何会离开京城？又为何会受此重伤，沦落在这等肮脏破败的安扎之地？此事说来话长，分明是那起子乱臣贼子图谋不轨，半路行刺于你。至于那个满口胡言的医女，不过是趁着你昏迷，想要贪图荣华富贵，冒认皇亲的贱民罢了。竟有此事！好了，皇儿，你刚刚苏醒，切莫再劳神了。这些烂摊子，母后自会替你收拾干净。眼下最要紧的是立刻起驾，随母后回宫养伤。儿臣全凭母后做主。陆云亭，太子既然已经忘了那贱人，那他就留不得了。去找个没人的地方送他上路，本宫要他永远闭嘴。陆云亭，还不动手，把这妖女就地正法！你们凭什么杀他？我姐姐为了救他，连命都快搭上了。娘娘开恩，草民的女儿冤枉！娘娘，微臣以性命担保，沈医女对太子殿下绝无二心。这青州10里8乡，谁不知道她散尽家财、割骨疗亲的事迹？若杀此人，天理难容。青天大老爷说得对，清寒丫头是活菩萨呀！清寒甚至连饭都吃不上，也要把米汤喂给那位公子。娘娘，别听这些泥腿子瞎嚷嚷，这贱人就是贪图富贵，想飞上枝头变凤凰。就是，他连我家赵大官的八姨太都不肯做，原来是早盯上了太子殿下。启禀娘娘，臣奉命追查太子踪迹，曾在当铺查获龙纹玉佩，据掌柜交代，确是沈医女为换取9转还魂丹含泪典当。臣也找过她口中的周老伯，所言非虚。况且娘娘请看，若真图富贵，她拿了玉佩早该远走高飞，何苦在此受3年活罪？你们都给哀家住口！丫头，抬起头来，让哀家看看。
你这双眼睛倒是干净。皇后，堂堂一国之母，在这乡野之地跟一个丫头纠缠不休，成何体统？锦衣卫、知县、百姓都替她作保，你还要杀她，是想让天下人戳我皇家的脊梁骨吗？母后，儿臣只是怕景言再受蒙骗。怕什么？哀家问你，这丫头医术如何？民女自幼随周老伯学医，善外伤、毒理、调理内伤。太子殿下的五脏六腑，民女亲手调理了3年，每味药、每个穴位都烂熟于心。哦，那太医院的太医比之如何？太医们医术自然高明，但他们不知殿下这3年的病情变化，何时脉象转弱，何时用药见效，何时需放血派毒。若用错一味药，轻则加重病情。丫头，哀家给你一个机会，随驾入京，继续照顾太子，直到他痊愈。你可愿意？这是太后给我的恩赐，只要能跟在景言身边，我就有机会让他重新记起我。这3年的苦就没有白受。况且，当年刺杀景燕的刺客，遗物中有一枚令牌，刻着京城某权贵的印记。如今也是查明真相的唯一机会。太后娘娘大恩，民女愿。孙儿不愿。皇祖母，孙儿乃大夏储君，身份何等尊贵，岂能将这样一个粗鄙不堪、满身泥腥味的乡野村姑带在身边？这若是传扬出去，岂不是让天下人耻笑我皇家毫无规矩？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往宫里塞？你说什么？怎么，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打的什么算盘，不就是仗着懂点粗浅医术，给我喂了几口寻常草药，就想借着这点恩情索要好处，攀附上来谋求高位吗？不，民女从未有此念，民女只是想治好你。收起你那副令人作呕的嘴脸！我告诉你，就算全天下的女子都死绝了，我也绝不能看上你这种下贱的村妇。母后，儿臣乏了，这破地方又酸又臭，儿臣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，立刻起驾回京。景烨，你不能走，听我解释。你把龙纹玉佩给我的时候，明明说过的。够了！你这不要脸的贱妇，你耳朵聋了吗？皇儿既然说不喜欢，那就是不喜欢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在这里死缠烂打？你若是再敢纠缠太子半步，休怪本宫无情，定将你这狐妹子大卸8块，诛你9族！清寒，你放心，我父母一定会接纳你的。清寒，我回来了。景言，景言，哪怕散尽家财，哪怕用我的命换你的命，我也一定要救活你。我设想过无数次你醒来的结局，想过你会抱着我痛哭，想过你会带我风风光光回家，却唯独没有想过你会像看仇人一样看着我，甚至连我是谁都不记得了。不，这不是真的，我的景言怎会这般待我？姐，我的儿啊，你可吓死娘了！这是100两，买你那枚玉佩的钱，也是赏你这3年端屎端尿的辛苦费。拿着它，给本宫滚得远远的！我大夏的太子妃，岂是你这种癞蛤蟆配得上的？若再敢纠缠，定叫你9族俱灭！民女不稀罕你的钱，民女要的是他欠我的一个交代。交代？你也配？娘娘圣明，这贱人就是给脸不要脸。刚才要不是陈牧之拦着，草民早就一棍打死那个打死那群刁民，替娘娘出气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要用棍子打死谁？草民。本宫问你，刚才你是不是要用棍子打死本宫的皇儿？娘娘饶命，草民不知道那是太子殿下呀！娘娘开恩，下官就这一个独苗。陆指挥使，微臣明白。赵大人，本宫念你治理青州有功，只杀他一人，保全你赵家满门，你该感恩戴德才是。下官谢娘娘不杀之恩。都给本宫听好了，今日之事，谁敢泄露半个字，说太子曾在此地养伤，或提什么医女救主，这地上的死尸，就是你们的下场，听明白了吗？遵旨。
你真要去京城送死？青兰，我已经决定了。儿啊，那皇宫大内连门朝哪开你都不知道。爹娘，女儿不孝，但那个人是女儿守了3年拿命救回来的人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因用药不当而出事。况且女儿还有一件事，必须去京城查个明白。等她身子大好了，若还想不起我，女儿一定回来，再也不提此事。穷家富路，这点碎银子你带着。爹，姐，你防身用。你记着，不管怎样，家里永远有你一口饭吃。女儿拜别爹娘。小姐，小姐，你醒醒啊！让你醒醒！这位姑娘身中慢性奇毒，已经毒入藏府，若不及时相救，半个时辰内必死无疑。求姑娘救救我家小姐！放心，医者仁心，既然被我碰上了，我定会尽力救她。小姐，你醒了！多谢姑娘救命之恩。别动，你体内的毒还没清完，我先给你施针稳住，再开个方子。姑娘，您真是活菩萨呀！我们家小姐是京城秦府的大小姐，被奸人下毒，又被坏人劫持，求您救救她。秦府？哪个秦府？就是当朝秦国公府啊！我们家小姐是秦国公的嫡女秦良玉。秦国公的女儿，或许能帮我入宫，也能帮我查明这枚铜牌的来历。我可以帮秦小姐彻底解毒，但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要进太医院，或者至少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宫里的一位病人。姑娘救命之恩，无以为报。回京后，我定求父亲相助。萧景琰，我来了。这一次，我不光要救你的命，还要查明当年是谁害你。快！去晚了就挤不进去了。太子殿下今儿在城东高台施粥布施，听说还要当场宣布太子妃呢。走，十里红妆，普天同庆啊！太子殿下当真是重情重义，一回京就要兑现当年的诺言，以江山为聘，八抬大轿迎娶那位救他的姑娘。江山为聘，八抬大轿，他想起来了，景琰他没有忘。本宫失踪4年，幸得天佑重返东宫，但本宫这条命是别人给的。3年前本宫重伤垂死，全靠一位善良坚韧的女子不离不弃。她为了护住本宫的心脉，熬哭了心血。为了凑钱买9转还魂丹，她受尽欺凌，倾家荡产。不过，景琰，只要你全记起来，你受的苦都不算什么。这份恩情，本宫此生绝不敢忘。本宫曾在他病榻前立誓，若有朝一日重返东宫，定许他10里红妆，一生一世一双人。今日，本宫就要当着全城百姓的面，宣布我大夏未来的太子妃。她就是当朝魏国公之女，皇后娘娘的亲侄女，魏子晴。殿下言重了，能服侍殿下3年，是子晴3世修来的福分。莫说是倾家荡产，便是要了子晴的命，子晴也心甘情愿。子晴，本宫问你，你想当太子妃吗？姑姑也想让你成为姑姑的儿媳妇，但景琰似乎并不爱你。姑姑，子晴打小就喜欢景琰哥哥，哪怕是他不喜欢子晴，子晴也愿意终生服侍他。行，既然你有这份心，那本宫成全你。
子晴感谢姑姑成全。母后，儿臣这几日常常梦见一个模糊的身影，似乎在为儿臣熬药擦身，可儿臣怎么也想不起他的脸。皇儿，那是子晴，你遇刺后是她拼死护住了你，又衣不解带的照顾了你整整3年。可是母后还会骗你不成？你回京后，子晴对你如何，你难道感受不到？那个在沈家村疯疯癫癫的村妇，不过是贪图富贵、冒认功劳罢了。子晴，这3年苦了你了，以后本宫定将这世上最好的一切都捧到你面前。太子千岁，太子妃千岁。魏子晴，怎会是他？那是我的3年，那是我的血，那是我的命啊！假的，全都是假的！萧景琰，你看着我，我才是救你的女子，那个魏晴是个冒牌货，是个骗子！你这疯妇，竟敢追到京城来闹事，本宫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景琰哥哥，他是谁呀？好生可怕，为何要当众污蔑子晴？难道是想抢走殿下的恩宠？子晴莫怕，一个想飞上枝头的贪婪贱民罢了。你这毒妇，当初在青州便图谋不轨，如今还敢来搅局。这位妹妹，我知你出身贫寒，想要荣华富贵，可你也不能凭空灭灶呀。这3年我在东宫衣不解带，熬干了心血，你一句话便想抹杀我的付出吗？呸！什么东西，连太子妃的救命之恩也敢冒领，打死这不要脸的村妇！萧景琰，你看清楚，这是你第1年昏迷时刺客寻仇，我替你挡下的一刀。这是你第2年寒毒发作，我每日用滚水熬制药浴，生生被沸水烫出的水泡留下的疤。我为了救你，放血割肉，吃尽了全天下的苦，你如今却拢着一个假货，说我是骗子！一派胡言！子晴的手臂上也有为本宫熬药留下的伤痕，你以为弄几刀疤便能骗过本宫？他连草药和野草都分不清。萧景琰，你当真是瞎了眼！放肆！竟敢侮辱本宫的太子妃！清寒，此生若有人敢动你一根头发，我必杀之。便是我自己，也绝不舍得碰你1指头。萧景琰，你当真要这般待我？是不是在你心里，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？是你这满口谎言的贱妇，我看到你便觉得无比恶心。哪怕我今日死在此地，你也绝不后悔。你若死，我定赐你一张破席，扔进乱葬岗喂狗。本宫绝不后悔。清寒姐姐，这便是你说要来京城救的情郎吗？秦良玉，你何时回京了？来此作甚？我若不来，岂不是眼睁睁看着殿下将这出恩将仇报的戏码唱到尽头？殿下，我与你自幼相识，深知你绝非忘恩负义之人，可你今日所为，简直荒唐至极。秦姐姐，你是不是病糊涂了？怎能帮着一个乡野村妇说话？住口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叫我姐姐？旁人不知你这3年的底细，我秦家会不知？你连你魏家的府门都没出过几次，拿什么去青州救人？拿你的嘴吗？秦良玉，你休要被这妖女蒙蔽了。她不过是懂得几分粗浅医术，巧言令色骗了你。殿下，你竟固执至此，你可知这位姑娘？小姐，别说了。萧景琰，这是我记录了你1095个日夜病情的医案。你每一次寒毒发作，每一味药的增减，每一次呼吸的起伏，都在这里。既然你不信，既然你觉得恶心，那我沈清寒便当这3年为了狗，便当你死在了青州那深不见底的悬崖下。从今往后，你我恩断义绝，死生不复相见。萧景琰，你终有一日会把你今日流下的血泪一滴一滴的舔干净。我们走。为何本宫的心口为何会如此绞痛？景琰哥哥，你定是被那疯婆子气到了。来人，快传太医！景琰哥哥，该喝药了。
这可是太医院熬了3个时辰的固本培元汤，快趁热喝了吧。太苦了，拿走。殿下说什么胡话呢？良药苦口利于病，这世上哪有不苦的药呀？您忍一忍，一口闷下去便好了。子晴看着都替您着急呢。景言，知你最怕苦，我下山时特意用绣品换了几块松子糖，我在药里给你加了3分糖，甜丝丝的，一点都不苦。来，张嘴。放下吧，本宫现在不想喝。那子晴给殿下按按头吧，殿下今日在城东吹了风，定是头疾又犯了。你清醒，本宫的头快被你捏碎了。殿下恕罪，可太医院的老太医说了，这穴位就是要按重些方能疏通经络嘛。子晴也是为了殿下好啊，您怎的还不领情呢？景言，许多大夫那套重手法的推拿不适合你，你脑部有淤血，得用这套独门揉筋法，力度只用2分，慢慢推拿，方能真正缓解头痛。如何，舒服些了吗？不必按了，这屋里点的什么香，怎得如此呛人？殿下，这是姑姑特意赏赐的西域龙涎香，最是安神助眠了。子晴特意让人多放了2块，香气浓郁，方显得咱们东宫尊贵气派呀。景言，你久病体弱，气管最是脆弱，万万闻不得那些浓烈名贵的香料。这橘皮艾草虽然廉价，但既能驱蚊，又能平心静气，最适合你养病了。从今往后，与我恩断义绝，死生不复相见。滚！把这破香给本宫灭了！景言哥哥，你竟为了这点小事凶我。本宫想歇息了，你退下吧。那个该死的村妇，人都滚了，还能勾着殿下的魂。姑姑，您可得给子晴做主啊！景彦哥哥他竟为了那个贱妇，不仅当面凶我，还一把推开我，让我滚出寝殿。你说什么？那个阴魂不散的村妇，到底还是进了京城？可不是嘛！那贱妇在城东大闹一场，景彦哥哥虽然当面斥责了她，可一回宫，便像是丢了魂一样，连姑姑赏赐的龙涎香都嫌弃，满脑子都是那贱妇熬药推拿的手法。糊涂！本宫原本念在上天有好生之德，留那贱妇一条狗命，没想到她竟敢跑到天子脚下来兴风作浪，真是死有余辜。姑姑，景言哥哥怕是要想起什么来了。若真让他记起那贱妇，绝无可能。4年前，他为了那个狐妹子，连大夏太子的储君之位都不要了，死活要私奔。本宫费尽心机才将他找回来，绝不允许4年前的悲剧重演。姑姑，那咱们现在该如何是好？那贱妇一日不死，子晴这太子妃的位子便一日坐不稳啊。既然她自己急着找死，本宫便成全她。子晴，这件事交给你去办。可是姑姑，那贱妇如今不知躲在京城哪个犄角旮旯。你不会去查秦良玉的底吗？顺藤摸瓜，给本宫斩草除根。记住，手脚干净些，绝不能让太子察觉分毫。姑姑放心，子晴定叫那贱妇死无葬身之地，让她永远闭上那张骗人的嘴。景琰，莫怪母后心狠，挡了你帝王之路的，都得死。这不是咱们重情重义的太子殿下吗？深更半夜不在东宫陪你的救命恩人，跑来我这秦府作甚？秦良玉，本宫没空听你阴阳怪气。沈清寒呢？你把他藏哪儿了？让他出来见本宫。笑话！殿下当街纵容那个假货羞辱他，将他逼得撕碎衣案，折断木簪，与你恩断义绝。如今倒跑来问我要人。本宫只是想找他问清楚一些事，他到底在哪儿？我也想知道他在哪儿。萧景琰，自城东一别，我已派人找了他整整7日，京城的大街小巷、城门客栈都翻遍了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什么？找了7日？她一个弱女子不在你这里能去哪儿？弱女子？是啊，她散尽家财救你，孤身一人来到这虎狼环伺的京城，举目无亲，身无分文。若是她出了什么意外，
被那些心怀不轨之人害了。萧景琰，你便是杀他的罪魁祸首。我秦良玉哪怕拼了这条命，也绝不放过你。他绝不会出事的，绝不会。大小姐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出什么事了？城南的护城河里，京兆尹的人刚捞上来一具女尸。你说什么？那女尸在水里泡了好几日，脸都毁了，但手里死死攥着几张残破的医案纸，身上穿的正是那日城东施粥时沈姑娘穿的青色粗布裙呢。清寒姐姐，威权叩见太子殿下！滚开！尸体在哪儿？清寒姐姐，殿下，你不是说他是个贪图富贵的疯妇吗？你不是说看到他便觉得恶心吗？去啊，去掀开那块白布，亲自看看这是不是你心心念念的那个骗子。不，这不可能，他怎会轻易便死了？这是假的。怎么，殿下怕了？你当街打他耳光，说他若死定赐他一张破席扔进乱葬岗喂狗食，不是威风得很吗？你如今怎么不敢看了？本宫不信。秦良玉，你去给本宫看清楚，那里面躺着的绝非是他。好，萧景琰，你便自欺欺人一辈子吧。景琰别怕，我护着你。清寒，此生若有人敢动你一根头发，我必杀之。便是我自己，也绝不舍得碰你一指头。你这满口谎言的贱妇，本宫看到你，便觉得无比恶心。清寒，想起来了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清寒，我就是个畜生，我亲手逼死了我的结发妻子。清寒，我错了，我全都想起来了，我不该打你，不该不信你。你醒醒看看我，你看看我。萧景琰，你如今装出这副深情款款的样子给谁看？恶心！你当街羞辱他，打他耳光的时候怎么不哭？你说要赐他一张破席扔进乱葬岗喂狗的时候怎么不哭？是我瞎了眼，是我猪狗不如，是我亲手逼死了全天下最爱我的女子。你的忏悔一文不值。清寒姐姐为你散尽家财，为你吃尽苦头，结果却被你逼得在这冰冷的河水里泡了数日。你就是个畜生！你说的对，我该死。清寒，黄泉路冷，景琰这就来陪你。殿下且慢，万一这具尸体不是沈姑娘呢？青布裙是他的，这本碎裂的医案也是他亲手所写，还有这手臂上的刀疤和烫伤，全都是为了救我留下的，怎会不是他？可是殿下，这世上相似的衣物多的是，伤疤也有人可以伪造。奴婢恳请殿下掀开白布确认一下真容啊！没错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哪怕脸毁了，我也能认出他的骨相。萧景琰，你跟本小姐一起掀。不对，清寒姐姐常年捣药针灸，右手食指和中指满是药液浸染的宝茧。这具尸体的手指粗糙短粗，分明是常年干粗活的妇人。而且清寒姐姐身形清瘦纤细，这具尸体骨架宽大，根本不是她。不是他，真的不是他，我的清寒没有死，他还活着。来人，传本小姐的令，秦国公府所有府兵暗卫倾巢出动，就算把整个京城翻个底朝天，也要把清寒姐姐给我找出来。我这就回宫，调集东宫亲卫和禁军，哪怕掘地3尺，我也要找到我的妻子。来人！
立刻传东宫亲卫统领，给我封锁京城9门，逐家逐户搜查。大半夜的，你这般大呼小叫，成何体统？堂堂大夏太子，满身泥污，像个市井疯癫之徒。你要搜什么？母后3年前便不容清寒，今日又安排卫子请李代桃僵。若让他知道清寒可能没死，清寒必将面临灭顶之灾。况且，当年刺杀我的刺客与雍王有关，母后身边的眼线未必干净。儿臣只是觉得近日东宫守卫懈怠，想整顿一番罢了。母后深夜降临，有何要事？整顿宫防。本宫怎么听说你是去了京兆尹的义庄啊？听说那护城河里捞上来一具女尸，穿着破旧的青布裙，很像那个对你死缠烂打的江湖骗子。那医女虽说满口胡言，但落得个溺水身亡、面目全非的下场，也真是可怜。死得好！那贱妇谎话连篇，不仅冒充子晴的救命之恩，还妄图攀附东宫。本宫早就觉得她恶心至极，她如今死了，倒省得本宫再看到她心烦。你能想通便好。堂堂储君，切不可被那些下贱坯子迷了心智。母后教训的是，既然那晦气东西已经死了，你的心病也该除了。本宫已让钦天监看过了，3日后便是黄道吉日，你就在这东宫好好休养。3日后迎娶子晴为太子妃。臣女多谢姑母成全，子晴定会好好侍奉太子殿下。儿臣遵旨。太后娘娘，民女叩见太后。好孩子，快躺下，你身上还有伤，休要乱动。民女这般卑贱的身份，死在护城河里，方是最好的归宿。傻孩子，说什么胡话！哀家年轻时也是个在地里刨食的农家女，当年大夏太祖皇帝还是个穷小子，哀家与他相知相恋，携手打下了在了这片江山。你的苦，哀家懂。娘娘厚爱，民女承受不起。哀家救你，其实也是在救景琰。哀家不能看着那孩子被他母后蒙在鼓里，被那些虚情假意的女子包围，最终变成一个没有半分真情、只知权谋的提线木偶。你对他情深意重，哀家只认你这个孙媳妇。救他！太后娘娘，那个为我雕红木簪的萧景琰早就死了。如今的太子殿下高高在上，嫌我恶心，当街骂我是贱妇。他那是失忆了，心智被卫士蛊惑。不管他记不记得，民女的心已经死透了。这东宫的恩怨，民女再也不想沾染半分。娘娘的救命之恩，清寒来生结草衔环相报。等民女身上这点伤结了痂，便会自动离去，绝不给娘娘添麻烦。太后，皇后娘娘下旨，太子殿下3日后要与魏家大小姐大婚。大婚，挺好的。魏家大小姐出身名门，与太子殿下正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丫头，你别这样，哀家知道你心里苦，只要你点个头，哀家这就去东宫，把那混账东西绑来给你磕头认错。这大夏的太子妃只能是你。太后娘娘言重了，太子殿下娶谁是他的自由，与民女何干？民女不过是个乡野粗鄙之人，高攀不起这金碧辉煌的东宫。你这丫头就是太倔了，明明心里痛得在滴血，嘴上却半句软话都不肯说。娘娘，民女累了，想歇息了。罢了，哀家不逼你，你就在这慈宁宫安安心心的养伤，天塌下来有哀家替你顶着。你瞎逞什么能？手都破了。这可是我亲手雕的。清寒，等我带你回京见过我父母之后，我一定用8抬大轿、10米红妆娶你。这根簪子便是我给你的定情信物，你戴上了，这辈子就只能是我萧景琰的妻子。10里红妆，定情信物。萧景琰，你的誓言就是个天大的笑话。萧景琰，你当街辱我打我，将我的真心踩在脚下。
我都可以当做是你失忆被蛊惑。可你若真的为了权力，3日后娶了卫子卿，我沈清寒在此立誓，此生此世，哪怕挫骨扬灰，我也绝不原谅你。但在那之前，我必须查清这枚铜牌的主人到底是谁，在背后操纵这一切，害你我至此。秦小姐，整个南城都搜遍了，连义庄和城外的破庙都查过了，根本没有那个青裙女子的半点踪迹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就算掘地3尺，也得把人找出来。继续搜。是，殿下，属下已派人暗中查探了京城所有的医馆和客栈，仍是一无所获。皇后娘娘那边眼线众多，属下等不敢大张旗鼓，恐惊动了娘娘。母后那边绝不能惊动，她的尸首既然不在护城河，就一定还在京城，加派人手，哪怕是把京城翻个底朝天，姑也要见到她。遵命。另外，去查一件事：3年前姑遇刺前后，青州牧赵英与京城何人有过密信往来？姑记得赵英的靠山不只是青州大将军，他背后还有大禹。殿下的意思是，姑失去记忆3年，有些人怕是以为姑永远醒不过来了。如今姑醒了，他们也该付出代价了。去吧，务必隐秘。属下明白。外面怎么回事？把那边的喜字给本小姐贴正了。这可是本小姐与太子殿下的大婚，谁要是敢出半点岔子，扒了你们的皮！是大小姐。大小姐，请用茶。啊！瞎了你的狗眼！这可是姑母赏赐的流云锦，你个老不死的贱奴，也敢弄脏本小姐的衣服！大小姐饶命，老奴该死，老奴手脚笨拙。既然手脚笨，留着这双老手作甚？来人，把这老狗拖出去，砍了这双脏手！住手！景烟哥哥，你可算出来了。这老奴才仗着在东宫待得久，故意拿滚水烫我，我不过是教训他2下，也是想替你整顿整顿这东宫的规矩，我这都是为了立威啊！立威？东宫的人还轮不到你来立威。景琰哥哥，你凶什么凶？人家只不过是想提前熟悉些东宫的规矩，好等到3日后的大婚。滚！姑母，你可要为子晴做主啊！太子殿下当着一众奴才的面，竟为了个倒茶的老太监下我的脸面，还斥责我没资格做东宫的太子妃。子晴这脸往哪儿搁啊？行了，哭哭啼啼成何体统？不过是景琰几句气话，也值当你在本宫面前这般失态。可是姑母，景琰哥哥他明明就是还惦记着那个村姑。他把京城翻了个底朝天都没找到那女人的尸首，万一他为了那个贱人要悔婚怎么办？他敢？本宫筹谋多年，这太子妃的位置只能是你的。大婚的诸般事宜，本宫已命礼部安排妥当。3日后，你便是风风光光的大夏太子妃。至于那个青州来的医女沈清寒已死，你无需再担心。姑母，不怕1万就怕万一，万一那贱人命大，没死呢？没死，那就让他再死一回。大小姐，你消消气，犯不着为了个死人伤了身子。去，给我查那个沈清寒的底细，就算姑母说他死了，我也要亲眼确认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大小姐，老奴这几日其实一直在暗中探查那小贱人的底细。哦，说，还真让老奴得了一条极有用的线索。那沈清寒在青州老家有个堂妹，名叫沈玉娘，原本是青州豪绅赵天德的第7房姨太太。一个村姑的堂妹给人做下贱的小太太，真是一窝子的狐妹子。这算什么线索？大小姐有所不知，那赵天德死后，这沈玉娘被公爹赵英赶出了家门。老奴查到，她如今一路乞讨，刚好流落到了咱们京城，而且她似乎对沈清寒恨之入骨。流落京城，好啊，真是天助我也。去，马上派人把这个沈玉娘给我找来。本小姐倒要看看，有了她堂妹这条好狗，沈清寒那个贱人还能不能藏得住。
臭要饭的也敢抢爷爷的地盘？给我打，往死里打！别打了，玉娘，我的玉娘啊！滚开，这是我的！都给我住手！把这群叫花子给我乱棍打出去！还真是像两条丧家之犬，带走。慢些吃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京城脚下饿死了哪来的野狗呢。多谢贵人赏饭，多谢贵人救命。敢问这位小姐，为何要救我们母女？听说你是青州沈家村人，是那个下贱医女沈清寒的堂妹。别跟我提那个贱人！若不是他那个扫把星，赵老爷怎会死？我又怎会被赶出赵家，落得这般田地？那个贱人害死了我男人，我恨不得扒他的皮，抽他的筋！没错，那个小娼妇就是个克星，不仅克死了公婆，还害我们一家受罪。贵人，你若是也和那贱人有仇，咱们可是同病相怜啊！很好，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，只要你们够狠，本小姐今日便给你们一个报仇的机会。只要能弄死沈清寒，我沈玉娘给小姐做牛做马都行。从今日起，你们母女俩便乖乖听我的安排。事成之后，我不仅让沈清寒死无葬身之地，还能保你们后半辈子穿金戴银，衣食无忧。找，给姑继续找，哪怕是掘地3尺，也要把清寒给姑找出来。找不到人，你们全给姑提头来见。殿下，秦良玉，是不是找到清寒了？他人在哪儿？他是不是弃姑误会他，躲起来不肯见姑？走，带姑去，姑亲自去求他原谅。殿下，人没找到，但在城外落魂崖边发现了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沈姑娘留下的绝笔遗书。不可能，你在胡说八道！他那般倔强的一个人，怎会寻短见？他绝不会死。萧景琰3年舍命相救，散尽家财，受尽凌辱，只换来你一句恶毒与下贱。你为护卫子晴，撕我衣案，断我情分。如今你大婚在即，家人在侧，我这抹见不得光的蚊子血，便不再碍太子殿下的眼。与我之间恩断义绝，从此必落黄泉，死生不复相见。若有来世，宁入畜生道，不结帝王缘。宁入畜生道，不结帝王缘。清寒，你好狠的心，你竟连一个弥补的机会都不肯给姑。殿下，崖底江水湍急，暗礁密布，只怕已经尸骨无存了。清寒！殿下，来人呐！快传太医！太子殿下吐血昏厥了！殿下，您终于醒了。殿下急火攻心，切不可再动怒了啊！景琰，我的皇儿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好端端的怎会吐血昏厥？景琰哥哥，子晴听说你晕倒了，心都要碎了。你要是出了什么3长2短，子晴也不活了。大婚在即，你可要保重龙体啊！滚开，别碰姑！景琰哥哥，你为何如此待我？子晴不顾颜面，日夜为你操持大婚，只盼着能做你的贤内助，你怎能这般冷酷？姑让你滚！若不是你骗我，清欢怎会被我逼到跳崖绝路？景琰，子晴可是你未来的太子妃，你怎可为了一个下贱医女这般折辱她？姑母别怪景琰哥哥，子欣受点委屈不打紧。景琰哥哥，你别生气了。其实子清知道你心里惦记着那位沈姑娘，子清特意费尽心力，替你寻到了她的下落呢。你说什么？清寒的消息，她在哪儿？快说！景琰哥哥别急，子晴特意将知情的人找来了，你们2个还不快进来！宁沈玉娘叩见太子殿下，叩见殿下。说话，清寒呢？她到底在哪儿？回禀殿下，您别再找了，我堂姐她已经死了。放肆！
你敢骗姑？殿下明鉴啊！前几日我们在青州沈山村，刚刚才为他举办了葬礼。是啊，殿下，那衣冠冢上还是民女亲自撒的土，纸钱都烧了几大筐。堂姐生前就说，她自知身份地位配不上殿下，只求一死百了，绝不阻挠殿下大婚。殿下，您就忘了她吧。经验哥哥，你也听到了，那沈清寒自己福薄，死了也是他咎由自取，你就别再执迷不悟了，还是好好准备我们的。死了，连葬礼都办了。清寒，经验哥哥，太医，快救太子！要是太子有个3长2短，本宫要你们全家陪葬。皇后娘娘，殿下这是哀莫大于心死，若再这般不尽水免，只怕空有性命之忧。废物，连个病都看不好，本宫养你们何用？谨言，算母后求你，喝口汤好不好？滚！姑要去找他。谨言，你给本宫站住！你是大夏的太子，未来的储君，为了一个身份卑贱的死人如此作践自己，你对得起列祖列宗吗？母后，是你告诉姑，是魏子晴在青州救了姑的性命，也是你一手安排他冒充清寒登堂入室。谨言，你母后不必担心，儿臣不会寻死，儿臣要好好活着，活着替清寒讨回这笔血海深仇。我要害他的人血债血偿。玉娘，咱们这回可发大财了，可是心里总不踏实。你说，太子殿下真信了那死丫头没命了？信不信又如何？反正那贱人的绝笔信和那破烂衣冠中都是我经手的，如今死无对证，咱们拿了赏钱远走高飞便是，谁还能把他们抓回来不成？你们是什么人？青天白日抢劫！带走。说吧，清寒到底在哪儿？殿下，民女说的都是实话啊，堂姐她真的死了，衣冠冢都……还敢撒谎！再敢有半句虚言，先割了你的舌头！殿下饶命！殿下饶命！民女全都说是魏家大小姐，是她找到民女，让民女编造堂姐已死的谎言，还让民女伪造绝笔信和衣冠冢。她说只要能让殿下死心，安心娶她，就给民女母女一辈子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是啊，殿下，都是那个魏子清指使的，我们也是被逼的呀。不知道，沈姨娘，姑记得在青州，是你怂恿赵天德要置姑于死地。殿下，拖下去，按大夏律谋害储君、冒认皇亲，数罪并罚，赐凌迟。至于周氏，发配边疆，永世为奴。殿下饶命！沈姨娘也不知道清寒的下落，那便说明他很可能还活着。清寒，你到底在哪儿？姑一定要找到你。殿下，还有一事，属下在调查赵英时，发现他与京城某位权贵的密信往来，信中提到3年前青州刺杀一事，落款处的印记与雍王府的令牌纹路一致。雍王，果然是皇叔。丫头，这几日气色看着好多了，身子可大好了。劳太后娘娘挂心，民女已无大碍。太后娘娘，这枚铜牌是3年前刺客遗落的，民女一直贴身留着。您见多识广，可认得此物？这是雍王府的令牌。雍王萧若锦，乃先帝幼子，当今圣上的亲弟弟。此人向来野心勃勃。3年前，他曾以太子失德为由，联络朝臣奏请改立储君，被皇上严词驳回后，便一直称病不出。丫头，若景琰当年遇刺真与他有关，那便是一场震动朝野的谋逆大案。殿下，
这些是从赵英府邸案中搜出的信件，往来时间均在3年前您青州遇刺前后。赵英在信中向雍王详细汇报了青州布防，并且明明白白地提到了猎物已入网。好一个称病不出的好皇叔！原来他不仅在朝中结党营私，竟还暗中拉拢青州大将军刘大人和青州牧赵英，织就了一张这么大的网。姑4年前南下的隐秘路线，就是被这群硕叔早早卖给了他。继续查，姑要挖出他们所有的暗线，拿到雍王谋逆的铁证，定要将这群乱臣贼子碎尸万段。殿下既有闲心在此处伤春悲秋、睹物思人，倒不如多花点心思，想想怎么把清寒姐姐找回来。姑已命人暗中查访了京城每一处医馆和庵堂，连乱葬岗都没放过。他只要还在京城，姑就算掘地3尺，也一定会找到他。殿下为何非要找清寒姐姐？你已经伤透了她的心了。正因为姑伤透了他的心，更应该找到他。姑找到他，不求他的原谅，只求能够报恩。若不是清寒，姑恐怕早已命丧黄泉。亲姐姐，你来找姑，是不是已经知道清寒的下落了？慈宁宫，别说是我告诉你的。清寒，姑来向你请罪了。太子殿下，民女命贱，殿下认错人了。这是姑亲手为你雕的木簪，4年前在青州，姑亲口对你说过，你只要戴上它，这辈子便是姑的妻子。姑知道姑不配求你原谅，姑失忆后混账透顶，当街打你辱你，将你捧出的真心狠狠踩在泥里。清寒，你打我骂我都可以，只求你别装作不认识我。萧景琰，你当我是什么？你说忘便忘，人人践踏于我。你说记起便记起，跑来摇尾乞怜。你说要娶别人，满城都挂满了红绸。我沈清河在你眼里到底算个什么东西？唉，你这混账，总算是找对地方了。皇祖母，孙儿想求您一件事。说。请皇祖母下旨，为孙儿和清寒赐婚。赐婚？那你母后给你定下的魏家婚约呢？孙儿自会处理妥当。此生此世，孙儿只认沈清寒一人为妻。若为此事，天雷劈骨。请做主啊！殿下昨夜去了慈宁宫，今早东宫便传出消息，说他要退婚。他敢！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岂是他想退就能退的？姑母，子晴还打听到，那沈清寒根本没死，他就是个祸水，如今就藏在慈宁宫里。来人，摆驾慈宁宫。本宫倒要看看那个狐妹子究竟有多大的本事，敢在太后眼皮子底下翻天。果然是你这贱人！母后，此女心机深重，3番5次纠缠太子，妄图攀附东宫。儿臣恳请母后不要被她蒙蔽，即刻将这贱婢逐出宫去。皇后，哀家问你，3年前景琰遇刺险些丧命，幕后真凶你可曾用心查过？哀家再问你，沈清寒这3年是如何散尽家财、弃血割肉照顾景琰的？你又可曾问过半句？哀家已经决定为景琰和清寒赐婚。太后，子晴与殿下的婚约是皇后娘娘钦定的，怎能说废就废？这浑身泥腥味的村妇不过是贪图东宫的富贵，她连大字都不识几个，有什么资格做大夏的太子妃？资格？这是我3年来为殿下记录的医案。魏小姐，
你说你在青州衣不解带照顾了殿下3年，那我敢问你，殿下第1年寒毒发作时用的是哪几味药？第2年伤口化脓溃烂时敷的又是什么膏？我用的自然是。你连草药和野草都分不清，拿什么救人？拿你这满嘴的谎言吗？姑母，他是胡说的，那依然是他偷的我的。放肆！你一个乡野村妇，竟敢在太后面前伪造医案，妖言惑众！来人，把这贱婢给本宫拖出去，乱棍打死！皇上驾到！陛下，您的龙体实在撑不住了。太医院张大人说，您今日万万不可下榻，否则……闭嘴！朕的儿子就要娶媳妇了，朕这个当爹的岂能躺在床上装死？朕欠景琰太多，这最后一面，朕爬也要爬来，不要让任何人看出朕的异样。陛下，陛下，这分明是回光返照之象。朕听说今日慈宁宫热闹得很，皇后，你带着魏家女儿来逼太后，好大的威风啊！臣妾不敢。你就是那个在青州守了太子3年的医女，抬起头来，让朕看看。倒是一双干净的眼睛，面对朕和皇后，竟能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。这份胆识比那些虚有其表的世家千金强多了。太后，朕听说您要为她赐婚。正是，这丫头对景琰情深意重，宁可自己受尽非人折磨，也要护着景琰。哀家认她这个孙媳妇。景琰，你怎么说？儿臣此生只娶沈清寒一人，若不能娶她为妻，儿臣宁可不当这太子，求父皇成全。准！陛下，这怎么使得？子晴与太子的婚约可是臣妾亲自定下的，岂能为了一个乡野医女说废就废？闭嘴！皇后，朕还没跟你算账。4年前，景琰为何放着好好的东宫不住，非要私逃出京？还不是因为你这毒妇百般阻挠他娶这个医女？臣妾也是为了大夏皇家的颜面。颜面？景琰遇刺生死未卜，你不思追查真凶，反而急着掩盖真相，甚至安排你魏家的上不了台面的女儿李代桃僵冒领救命之恩。你当朕是瞎子吗？欺君罔上，你该当何罪？舅母，侄女与那书生是真心相爱，求您成全。你是魏家嫡女，生来便注定要入皇家，那穷酸书生配不上你。陛下说臣妾是毒妇，可臣妾年轻时也曾为一个男子奋不顾身，是这深宫教会了臣妾门不当户不对的感情，只会害人害己。臣妾百般阻挠景琰娶那个医女，不是贪图权势，臣妾只是不想他走臣妾的老路，不想他有朝一日也跪在这大殿上，为了一段注定破碎的情缘，肝肠寸断。魏子晴冒认皇恩，欺瞒太后与朕，本该即刻赐死。但念在魏国公世代忠良，为大夏流过血的份上，朕网开一面，即刻褫夺这毒妇所有封号，贬为庶人。来人，把他给朕轰出京城，永世不得踏入京城半步。不，陛下开恩啊！姑母救我！姑母！至于你皇后魏氏，教子无方，结党营私，满腹蛇蝎心肠。即日起收回凤印，禁足凤仪宫，没有朕的旨意，到死都不许出宫门半步。父皇，儿臣遇刺一案已查明，这是青州牧赵英、青州大将军刘大人与雍王暗中勾结互通款曲的密信。陛下，这是当年刺杀殿下的刺客遗落的令牌，正是雍王府死士所配之物。
朕老了，经不起这些打打杀杀的折腾了。父皇，这些烂摊子，朕不想管了。景琰，全程交给你去处置。记住，皇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母后安。母后，儿子身子乏了，先回养心殿了。父皇，清寒，你老实告诉哀家，皇帝的身子还有救吗？太后，陛下操劳过度，心脉严重受损，已病入膏肓，臣女无能回天乏术了。景琰，你父皇看似什么都不管，实则是在用他最后的命给你铺路。若等他驾崩，你再动雍王，必受藩王与百官阻挠。你必须随时做好准备。儿臣明白，必须在父皇驾崩前先下手为强。陆云亭听令，臣在。传孤旨意，调会锦衣卫，以雷霆之势，即刻拿人。奉太子令。青州牧赵婴、青州大将军刘大人勾结逆党，就地正法，满门抄斩。哟，好侄儿，4年不见，终于长出獠牙，敢来咬你亲叔叔。皇叔，死到临头就别摆长辈的架子了。你勾结逆臣泄露孤的行踪，派死士劫杀，桩桩见死有余辜。死有余辜！当年先皇更属于本王，是你那心狠手辣的好爹耍尽手段夺了皇位，本王不过是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。若锦，朕的诸子之中，唯有你最像朕。你大哥虽年长，却优柔寡断，这大夏江山，朕想交到你手上。父皇，儿臣定不负父皇厚望。先皇遗诏，传位于皇长子。先皇临终前神志不清，这道遗诏不作数，皇帝乃嫡长子，按祖制理应继位。父皇，您许诺儿臣的江山被他们夺走了，儿臣发誓，有生之年定要夺回属于儿臣的一切。成王败寇，别拿野心当借口。父皇念及手足之情，留你全尸，喝了它，体面上路。明日东宫会对外宣称雍王叔忧郁成疾，暴毙而亡。好狠的父子俩！萧景琰，本王在底下看着你们。清寒，今日孤终于兑现承诺，以8抬大轿10里红妆迎你过门。此生此世，我萧景琰绝不负你。景琰，清寒定也此生不负。太子殿下，皇上驾崩了！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娘娘千岁！传朕旨意，即日起定年号永昌。